这是一起28年前的灭门惨案，郑财发和他的3个孩子被杀害。我不是跟你说过，不要再提起那件事了吗？你为什么就是不听？我不想查这个案子。凶手杀了他们有内疚感，凶手可能是他们最亲的人。翻开生命的篇章，数托着想，等待时间去拆穿，探索神秘的步伐，只为写下每种情绪的伪装，将眼前的面纱一一的摘下，在黑暗中重拾光芒，穿透临近的白光，追逐回避的目光，折射出不可思议的模样，反锁迷离的胸膛，使劲的挣扎，但始终无法被埋藏，回忆总会纠缠每个自思念走远过的谎，以为会被淡忘，多么幼稚的想法。贱人，敢管我的事！平儿，你妈呢？可能在厨房吧。大嫂，妈，大嫂，你为什么要做傻事？撑不下去了，我真的撑不下去了。让我解释这一切好吗？妈，对不起，我不查就是了，不要这样子，我求求你，不要再做傻事。大嫂，喝杯水来。一定很痛吧？不痛，只是一点皮外伤。以后不要再做傻事了。妈，我知道这20多年来，你为了这件事一直都很不开心。我只想帮你啊。平克，你看着妈，妈过得很好，我真的不用你帮。妈，你不要骗自己了。这件事就像卡在你喉咙的一根刺，不拔出来的话，永远都会隐隐作痛的。你越想逃避，
越想忘记，记忆反而会更深刻。要放下，就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勇敢的去面对。我知道这个过程会很痛，但是你不用怕，我会陪在你身边啊。不要说了，不要再说了。妈都这把年纪了，我真的不想再想这件事了。平和，算妈求求你，不要再吵了，好吗？平和，不要再逼你妈了。如果你真的是为她好的话，尊重她的决定，不要再查了。Morning。这么早就起来啦？还以为你在睡觉。我猜到有人可能会早到，不敢睡得太迟。是不是后悔把你的房子让给我们当 office 啊？虽然换了工作，你还是个工作狂啊。反正都起来了。那买了早餐一起吃吧。你的是不要糖的，对吗？谁呀？我啦，还有谁？你干嘛带着那个东西吓人啊？哎，我在睡觉，是你们把我吵醒的好不好啊？睡觉？他昨晚在这边过夜。你在这里过夜？没有自己的家吗？把这里当成你的家？久久一次，大西安是不会介意的啊，这就是我们男人跟女人的差别。对不起，事情有变，我决定终止委托。为什么？我妈知道我请你们重新调查这起案件，情绪很低落，昨天还想自杀。他没事吧？刚好我和叔叔到家，阻止了他。那你呢？你也决定放弃了？我也想找到凶手，让他接受法律制裁。不过，我更担心的是我妈。我尊重你的决定。郑平和要终止委托。案子终于有进展了，现在放弃很可惜耶。对喽，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，连道具都买了，钱拿得回吗？我只是随口说说而已。不过宋丽珠的反应也太激烈了吧？难道她不想知道谁杀她的老公和孩子吗？除非他已经知道凶手是谁。你们怀疑凶手是宋丽珠？另一个可能就是宋丽珠想保护这个凶手。你之前不是说过，凶手可能是死者最亲的人，对不对？有道理。不过老大，为什么你会这么说啊？美国有名男子患上了幽闭症，害怕黑暗。有一天，他在地下室擦拭手枪的时候，突然间一片黑暗，他开始恐慌，隐隐约约好像看到有人走过，于是他开了好几枪。他开灯了之后，发现自己打死了他2个孩子，他2个孩子关着灯玩捉迷藏。太可怜了吧！错杀孩子的父亲没有勇气自首，所以带着2具尸体到树林里埋了起来。据内疚，还有对孩子的关爱，他让弟弟躺在哥哥身边，然后2人手搭着手，好像平时睡觉姿势一样。原来是尸体摆放的姿势泄露了凶手跟死者的关系。这就是隐藏在现场的一个很重要的心理线索。美国犯罪心理学家 James Reed 说过一句话：犯罪现场有些线索因其本质是没有办法收集起来做验测的。试问我们怎么收集爱意、憎恨、愤怒还有恐惧？佩服佩服，我的侦探名言啊，多了一句了。
但是如果凶手真的是亲人，他杀人动机是什么？为什么连小孩子都不放过？我跟俊彦之前找到了当年的头号嫌疑犯独角龙。堂哥，不好意思，可以聊几句吗？你们谁？我们是电视台的撰稿，我们想收集一些关于过去无法破解的案件的资料。知道不知道？问别人吧。堂哥，咖啡店的老板说你曾经是这一带的地头蛇，大小事无所不知的。想知道什么？堂哥，坐下来，我们聊几句。你听说过28年前发生的一宗灭门惨案吗？一个男人跟他3个孩子在家里被谋杀，就是附近的一间排屋，警方到现在都还找不到凶手。不是，我看这个昂哥有点 blur 的，应该没有听过。喂，谁说我不知道？那么轰动的事，这里每个人都知道。那个混蛋阿发不是什么好东西啊，被人家砍死一点都不奇怪。阿发，你说那个死者郑财发，你认识他吗？他到处得罪人，有谁不认识他？那个混蛋，烂赌又好色，不止嫖妓啊，还搞人家老婆。根据我们收集到的资料，警察当年怀疑的凶手叫吴亚龙。那些警察什么都没查清楚，就把整件事算在我头上。我跟你们讲，阿发欠我的钱，我真的想把他干掉，但是真事不是我做的。昂哥，原来你就是吴阳。我没有那么没人性，连小孩子也杀。那你觉得会是什么人干的？我怎么知道？他仇家那么多，每个都想打死。昂哥，你说他常常搞别人的老婆，那他自己的老婆生气啊？生气有个屁用？他不是一样出去鬼混？如果他管阿发的事啊，会被他打的。你说阿发常常打老婆？哎，对了，听说有一次啊，他在孩子面前打他老婆，使他老婆终于忍无可忍，拿刀要砍他，害得阿发几天都不敢回家。所以啊，凶手是宋丽珠，杀人动机是因为他不能忍受郑财发整天在外头鬼混，还有家暴。哎呦，立场又变了。之前不知道是谁说的，哇，这个是仇杀案，凶手是独角龙啊。Hello， 有新的证据，当然要 update 我的推论啦。方阳，为什么你老是针对我啊？他也有说宋丽珠可能是凶手，为什么你又不讲他呢？因为他不像你啊，胡乱猜测。说胡乱猜测。OK， 不要再吵了，我想听一下你的看法。我觉得独角龙的话不能进行。怎么说，他也是当年的嫌犯，所以很自然会撇清与案子的关系。不过宋丽珠在案发前一天到几个同乡合租的房子过夜，其中一名同乡范梅香在口供里提到，宋丽珠的老公对她不是很好。哎，不过没有人很明确的提过宋丽珠遭受家暴，而且案发的时间是早上9点到11点。当时宋丽珠和她的同乡陈志汉在吃早餐，所以她有不在场的证明。他是宋丽珠的同乡，也不能尽信啊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，我觉得一位母亲再怎么恨她丈夫，也不可能会杀她自己的孩子啊。就是错手杀了才后悔吗？狗急跳墙，人急造反，女人狠起来啊，什么都做得出啊。师傅，你有什么看法？什么看法也没有用，人家都不要查了，我们还可以做什么？如果是郑平和，我一定不会放弃查出真相的。这条路走不通，就走另外一条路啊，一定行的嘛。我们是侦探，不是警察，要尊重委托人的意愿。哎，师傅，你说西西哀相信正义没有追诉时效期限，我们查的是悬案，不管多少年，一定要查出真相，不可以让犯人逍遥法外。我们同意，1、2、3、4，4票5票。委托人一定有自己的想法和顾虑，我们不要强人所难。听清楚，我们是侦探，适可而止，不要越界。散会，散会。OK， 听话。老大，
散会，散会，散会。师傅，还不死心啊？郑平和很想知道真相，我真的很想帮他。委托人是我们的客户，你不应该加入太多私人的感情 ，OK？ 我知道，但是宋丽珠的情况跟我妈妈的很相似。当年我爸爸在外国被绑架，然后被撕票，凶手还是找不到。我妈到现在都不肯提起这件事，也不让我提起。你跟我说过，你当初加入警队的目的就是要找出真相。到现在还记得啊？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得。你妈还是一样，只顾着工作。比以前更忙了，现在想跟她吃一顿饭都难。但是我知道她忙碌也是为了要麻醉自己，不要让自己想太多。可能她还没有尽准备去接受过去吧。亲人死得不明不白，凶手却逍遥法外，这对死者的亲人来说是双重打击。如果是我，我一定想查出真相。那如果真相是你不能够接受的，你还想知道吗？你也觉得宋丽珠是凶手？你知道我的，在还没有决定性的证据之前，我不会在凶手栏填上任何名字。哎呀，不管结果是怎么样，我一定要查出真相，也一定能面对的。师傅。彩霞姐，嗨，这个给你们吃的。啊，谢谢。我妈呢？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、111、112、113、114、115、116、117、118、119、120、121、122、123、124、125、126、127、128、129、130、131、132、133、134、135、136、137、138、139、140、141、142、143、144、145、146、147、148、149、150、151、152、153、154、155、156、157
你要来，怎么不先打个电话？只是顺便买些点心给你们吃。正好啊，他们练了一个下午，也肚子饿了，待会儿拿给他们吃吧。喂 ，Daniel， 后天演出的服装准备到怎么样？不要有差错哦。OK， well done， 谢谢。好，来第二个动作，收腹提背，就收多一点。好，收，好不好？来，顺着再做一次。喂，哦 ，Jeremy 啊，好。那好，我们下个礼拜开会再说吧。OK。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？反正我一个人就等你吃晚餐。不行啊，我今晚约了人，不能陪你。你早点睡哦，不要熬夜。张医生，黄小姐，找我有事吗？可以跟你聊几句吗？好啊，有什么事吗？是关于你委托我们帮你调查的案件。我不是说不查了。你真的想放弃吗？20多年的谜团很有可能永远是个谜。谢谢你的好意，可是我已经做了决定了。其实我的遭遇跟你蛮相似的。我爸在我12岁的时候被绑架，过后传来消息，他遇害了，但是尸体还是找不到，凶手还是逍遥法外。我记得我最后一次问他的时候是10年前，当时他的反应很激烈，一直警告我
不准再提了。那件事后，我就非常小心，不再提起我爸的事了。原来我们有着相同的际遇。你应该比我更清楚，压抑是暂时的，阴影会永远跟着他们，随时浮现出来。逃避真相，就是逃避自己。我一直等待有个机会，查出我爸死亡的真相，解开我跟我妈的心结。你呢？来，吃一把。好，哎，谢谢。这条鱼很新鲜呢。你的伤还没有好，就别煮了。这也没什么伤，一点小事。来，开饭了，吃。吃吧。哎，来吃菜。谢谢。多吃点肉。谢谢。啊，这什么汤啊？豆腐汤。哦，一定很甜的。妈，你是不是觉得你妈今天的胃口特别好？前2天吃的特别少，都瘦了一大圈了。平和，不要担心，妈没事了。哎，打碗汤。张爷来了。哎呀，好久不见啦！真的很不好意思啊，应该我上门找你，还要麻烦你走一趟。别这么说。他是我以前警营队的上司杨正业，大家都叫他杨爷。爷的我都老了。你们慢慢聊，我去准备吃的。请坐。你约我出来是想问我这个 case 啊？我知道你查过这个 case， 我想听一下你的看法。1988年，哎呀，陈年往事喽，你想考我的记忆力啊？你对查过的 case 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尤其是这些罕见的 case。你说的对，我是记得，那是我被调去 CID 之后的第一起命案。当时我踏进命案的现场，看到那一幕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。那伤害小孩子，谁看了都会心酸。你当时觉得谁最可疑？郑才发家里的财物没有丢失，所以排除这是劫杀案。我们怀疑这可能是一宗仇杀案，但是几个在场的可疑人物都有不在场的证明。后来我们听到一些传闻，这可能是一宗情杀案。什么传言呢？据说3个孩子当中，其中2个小的是郑才发的太太宋丽珠和别的男人生的。谁说的？是在命案发生之后，左邻右舍那听来的。他们还说，他们2夫妇为这个事情吵架过。传言归传言呐，到底没有实质的证据，所以吵了几年，还是不能够破案。老弟啊，能不能给我少一个遗憾，就靠你的啦。我们会尽力的。哇，师傅好狡猾啊！叫我不要来查，你自己又来查。肯定是秋月出卖我的。我也知道呢，你不会这么轻易放弃的，因为你想帮师公破案。我只想知道你给我老婆什么好处，能不能听你的话？总之呢，有师母做线人，我什么都知道。是，一起。走吧。郑才发当年就住在这里，这间排屋空了半年，一直找不到买主。你们找谁呀？哦，我们来看房子的。哦，哎，你们是2公婆？是啊。安迪，你在这里住多久了？哦，30年了。哇，那么久啊！哎，听说这里风水很不错，我们可以考虑。我很喜欢这里的环境哎，他们卖房子是吧？是啊，不过你有没有听说过什么？什么？这间房子啊，曾经发生一个恐怖的命案。一个男人哦，跟3个小孩子，通通被杀死哎，只剩下那个女的，不久就搬走了。
这里死过人啊，我们还是去找别的地方吧。就是了哈。哎呀，不怕啦，已经过了20多年，我住在这边那么久都没事。他们为什么被杀？打抢？哦，我不知道哦。不过我记得他们死的那天是早上，我在家里看电视，我听到有人吵架，我以为是他又在打老婆，就不管他咯。后来才知道死了那么多人。那个人经常打老婆的。是啊，听说哦，他的大儿子是他老婆跟外面的男人生的，他不跟人戴绿帽，所以就打老婆咯。我还有看过哦，一个男人搭坐大汽车载他老婆回来嘞，还不止一次嘞。奇怪的哈，那么有钱住大房子，追别人老婆做什么鬼呢？他好像是那个女人以前的同乡，很早就认识了。我看哦，80%他就是那个大儿子的亲生爸爸，所以他来纠缠。很恐怖哎，爹，我们还是不要住在这里了。是啊。谢谢你，安迪。拜拜。啊，拜拜。那我们要去哪里找房子啊？哎呀，肚子饿啊，先吃饭了啊。哦。我就知道你不会查到一半就不要查了，要不要来一杯咖啡提提神啊？干嘛？没有看过这么 sexy 的腿啊？咖啡给我，go，我不习惯跟其他男人 share。干嘛啊你？搞定了。我不让你喝，你不用这么做吗？烫你知不知道啊？给我纸，跪下！喂，不要以为你是老板就可以欺负我 ，OK？ 动，跪下！你别动啊，痛啊！离开！你看，这像不像地毯上这2个血印？原来血印是膝盖造成的。我推测，这是凶手留下的另一个证据。还拜。Hello。哇，干嘛那么脏啊？哈哈，经过我身体例行的试验，我们有突破性的发现。你们看看，纸上这2个印是就院跪着膝盖留下的痕迹。看那边，再看看这2个弧形血印，形状蛮相似的。我推断凶手的裤子沾到血，然后跪在这个位置，膝盖留下这2个血印。我和师傅也有新的发现。当年有个传言说宋丽珠有外遇，她对象是她同乡，也有人说3个孩子不是郑彩发和宋丽珠所生的。哇塞，那是谁生的？我们听到不同的版本，所以调查他们的血型，发现到郑彩发 O 型，宋丽珠是 A 型，郑文康是 B 型，郑文凯是 O 型，还有郑婷婷也是 O 型。所以明显的，郑文康不是他们的孩子，可能是他跟别的女人生，或者宋丽珠在外面跟别的男人生。可以调查宋丽珠在医院的生产记录。坤星查过了，郑文康是在马来西亚出生的，不过在他3月大的时候，宋丽珠就带他来新加坡，但是这个也不能确定。可惜啊，我们又不可以碰当事人。哎，北大，大茶饭，你不是说不要调查，那为什么你有新的线索啊？我也说在调查嘛，我们现在在讨论。OK 喽，那我们继续讨论。如果大儿子是郑彩发的，宋丽珠又有外遇，我知道了，
谜底解开了，凶手是宋丽珠。又来又胡乱猜测。哎，你整天这样讲我，你不累啊？你们休息一下，听我大胆假设。我现在是正财阀。我说不要哭！不要哭！哭什么？啊？哭什么？我说不要哭！还哭？啊！真的哭对不对？你还敢看我？死野种！凯，婷婷，哎，你在他们做什么？我让他们两个永远闭嘴。为什么要踩死我的孩子？为什么？走开！为什么？走开！不要以为我不知道。都是你外面同个男人生的孩子，我是不会帮你养野种的，贱女人！这个人渣，我砍死你！杀死我的孩子！我杀了你的孩子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刚刚，对不起，妈妈不是故意的。这就是当天的情形。我的说法符合了案发现场所有的证据，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杀人方法有两种，因为凶手有2个杀人动机也成立。还有啊，这也是为什么宋丽珠呢会用死来威胁郑平和终止这个调查，因为他心虚。我真的觉得我这个推断是天衣无缝啊！你的推断是建立在2个完全不能证实的传言上，这怎么算是天衣无缝啊？其实他讲的有道理，没有证据就去找。那，终于有人会欣赏我的天分了。大香 ，I love you。哎，好啦，你们可以做任何推测，但没有足够的证据之前，凶手男人的名字呢是空白的，不能够先入为主。听到没有？哎呀，说什么都没有用，人家都不要查，怎么找证据啊？委托人终止我们的调查一定有原因的，既然终止我们调查，就不应该调查下去，而且是没有钱的哦，你要做。好了，反正这几天也没什么事情做，你们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放你们假啊。OK， 白师傅，那我先回家了。喂，回家小心喽。你们去哪里啊？我真的很想帮你们的，
可是我一个人真的没有办法。sorry 啊 ，sorry。Ice cream, ice cream, ice cream. Ice cream, ice cream, ice cream. 先生要吃什么口味啊？草莓。羊来了啊，草莓了。榴莲，榴莲 ，confirm。哇，小老板，你这个摄影墨镜还蛮酷的啊，sponsor我一副嘞。很可惜，距离太远，收不到音，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。不用担心，我帮你看。不要以为只有你有法宝啊，我也有。你的望远镜也收不到音，是收不到，但是我看得到。吃饱了吗？你想吃什么？改天我带来给你。我饱了，不想吃。喂，我在帮你看宋丽珠说什么？你干嘛回答我啊，笨蛋！别闹了，我是说真的。跟我走。跟我走吧，不要留下来。你可以认真点吗？我是说真的。OK， 这句话是我说的，不是他们说的。你怎么知道他们说什么？难道你会成语啊 ？Bingo！ 安哥，我要买冰淇淋。Sorry 啊，卖完了，而且我不是安哥。可是我的爷爷要吃。我先走了，改天再来看你。快跟我走！我给你的，给你的。这给你吧。谢谢。安哥，请吃 ice cream。对，安哥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安哥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好吃哦。Uncle， 你住在这里多久了？昨天啊，昨天。你有没有家人啊？我也没有欠你钱。你干嘛找我 ？Uncle， 刚才来看你的那个女人是你的什么人？恭喜发财！我看这个人啊，是有问题的。对。你说啊，他是不是装疯卖傻？不像。他到底是宋丽珠的什么人？一个他关心的人。大西洋，不错啊，一下子功夫就从负责人那里套了不少话。原来那个男人啊，就是宋丽珠的时间证人陈之汉。不过左看右看都觉得他们两个好像不只是同乡这么简单。陈之汉
换上失智证之后，由宋丽珠送进来。这3年来的费用，也是宋丽珠负责。我相信，他们2个的关系非比寻常。喂，他会不会就是传说中宋丽珠的外遇男？为了掩人耳目，就躲在这里装失智啊？你以为失智这么容易装吗？而且他为什么要伪装？可能他给了假口供，帮宋丽珠制造不在场的证明，然后怕被人家发现，就躲在这里装疯卖傻了。案情是越来越清晰了，你看，陈志汉，然后再加上膝盖的血印，还有闹自杀，种种迹象环环相扣，凶手啊，肯定就是宋丽珠。怎么，你不同意啊？凡事不能只看表面。你真的会唇语哦？很 surprise 呗？想不到，没有酬劳你也愿意查案？哇，大西洋，你这么说就不对了。你看不出我跟你是同一类人吗？同一类人？呀，我跟你都是想要伸张正义，为这些死者讨回公道的人，看不出啊？我还真看不出来。没事，如果你真的不好意思啊，等一下就陪我去还这个冰淇淋车，然后顺便帮我付租金，然后再顺便请我吃饭，怎么样？你知道吗？追寻正义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哎，这一点我当然知道，不过我今天没有收入，然后这个东西又不可以跟老大 claim， 你这么有钱，帮我承担一下啦，怎么样？快点啊！喂，有钱人不可以这么小气的，跟你说几次了？哎啊！啊！啊！还是他这个种子，妈，对不起。他抬头仰望身边熟悉的脸，和试图防备的双眼，编织的谎言，编织的从前，轻抚着他们披上羊皮的